战时的法国上空漫天飞舞着德军的劝降单，士兵随手抓住一张，面对投降后的优厚待遇，他却不为所动。士兵愤怒地解下腰间的皮带，准备进行一场无言的抗争。然而一声突兀的枪响划破寂静，汤米来不及提上裤子拔腿就跑，身边的队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他无暇顾及，只能拼命狂奔。慌乱中，他把枪抛过门后，用尽全身力气翻了过去。汤米立刻捡起地上的步枪，准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。可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，武器却不合时宜的卡壳，敌人的炮火愈发猛烈，身后那扇单薄的木门摇摇欲坠，随时可能坍塌。汤米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果断弃枪，仓皇逃命。恭喜你，在手机电量带90刷到这部诺兰的2战高分电影《敦刻尔克》。汤米一路狂奔，不敢停歇，直奔敦刻尔克海滩。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愣住了，海滩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士兵，足足30万英军被德军围困于此。为了保住盟军最后的火种，所有人正排成队伍，有序撤退。汤米随即加入一支队伍，准备排队登船，盼着能早日逃离这片人间炼狱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因为不属于同一个兵种，就被无情地撵出了队伍。就在他沮丧之际，他无意间看到优先登船的医疗兵，一个求生的念头在心底成型。正当他准备付诸行动时，敌机呼啸而至，士兵们瞬间惊恐万状，四处逃散，拼命寻找藏身之地。可光秃秃的海滩上没有任何掩体，他们一个个全都成了活靶子。一名勇敢的士兵不甘坐以待毙，试图开枪还击，但这无异于用大炮打蚊子，收效甚微。敌机如同死神，朝着人群疯狂俯冲，投下一颗颗致命的炮弹。所有人惊慌失措，猛地卧倒在地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。炮弹在海滩上接二连三的爆炸，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，仿佛恶魔的咆哮席卷整片海滩。每一次爆炸都撕裂着大地，最后一颗炸弹在距离汤米仅仅 0.01 米的地方轰然爆炸，他硬生生从死神牙缝里捡回一条命。如果是宝子们站在这片绝望的沙滩上，你真的能活过3分钟吗？汤米在尸横遍野的沙滩上艰难地寻找着幸存者，他猛然发现了一名正痛苦挣扎的伤兵，转身却惊讶地看到一个有相同目标的战友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无需多言便心领神会，他们默契地抬起伤员，朝着远处的医疗船飞奔而去。此时防波堤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，都是想逃离这片硝烟弥漫的绝境。敌人的炮弹不时地在附近炸开，轰隆隆的巨响震耳欲聋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撕成碎片。历经千难万险，两人终于在最后一刻赶上了即将起航的船只。可当他们刚安置好伤员，试图寻找一处容身之地时，迎接他们的却是船员冷酷无情的驱赶。汤米心中满是不甘与不舍，正当他磨磨蹭蹭准备下去时，忽然瞅见队友躲在防波堤底下的缝隙里。汤米心头一喜，趁没人注意也悄悄地钻了进去。谁知这一躲，竟让他们偷听到了长官的对话，却得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：英法联军已被德军死死围困在敦刻尔克，德军的坦克步步紧逼，空军更是准备将40万英军彻底围歼于此。更让汤米浑身冰凉的是，英国高层的计划竟只是撤回3万精英。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无比绝望，同时更加坚定了他逃亡的决心。可长官刚转身离去，脚步却猛地顿住，满脸惊恐的抬眼望向天空，脸色瞬间惨白。只见3架敌机呼啸而至，对着防波堤上的士兵开始了狂轰滥炸。无处可逃的士兵只能眼睁睁看着死亡的降临，在绝望中等待最后的宣判。德军的恶行更是令人发指，他们竟然轰炸医疗船，致使许多无辜的生命在爆炸中瞬间消逝。船上的士兵们惊慌失措，争先恐后的纷纷跳海逃生，惨叫与海浪声混作一团。汤米在混乱中奋力救起一人，然而更多的士兵还未来得及游开，就被活活挤死在防波堤与船身之间。绝望的哭喊撕裂整个海滩，海面被恐惧笼罩，眼前的惨状令人不忍直视。转瞬之间，医疗船便沉入了冰冷的深海。为了稳住军心，长官决定另寻船只协助撤退。汤米和同伴听到后，毫不犹豫地跃入海中。浸湿衣服、佯装成落水的士兵试图借此逃离这个人间地狱。吉姆见状会心一笑，并未戳破。3人顺势混入人群，成功登上一艘军舰。然而同伴并未进入船舱，而是独自悄悄溜上甲板。战争早已在他心上刻下无法愈合的伤痕。谁成想，他这一去反倒救了大家一命。吉姆好奇地向汤米询问他的同伴为何不肯进舱。汤米瞅了瞅正在关闭的肛门，沉思片刻，回了一句：他可能是在找逃生通道，以免再
次遭遇沉船。吉姆觉得言之有理，二人随即穿好救生衣，挪到离出口最近的位置，以防不测。果不其然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深夜死寂的海面下，德军的鱼雷悄然无声地向他们逼近。船舱内的士兵们浑然不觉，仍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，全然不知死神已然降临。轰隆一声巨响，军舰地动山摇，舱室瞬间被海水吞没。士兵们在水中绝望地垂死挣扎，在敌人不断的炮火攻击之下，军舰摇摇欲坠，即将沉没。就在同伴准备弃船逃生之际，忽然听见船舱里传来凄厉的求救声，他心里一热，顾不上自身安危，毅然转身，拼尽全力打开了舱门。汤米与吉姆借着那道微弱的希望之光，奋力从舱内游出。他们终于逃离了这场噩梦，再次侥幸捡回一条性命。而其余的士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们被无尽的海水吞没，葬身于这片广袤大海之中。俩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拼尽全力游到救生船边，却被告知人已经满了，他们不能上船。俩人顿时觉得天都塌了。就在他们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同伴趁人不注意，悄悄给他们扔下来一根绳子，这根绳子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。俩人死死攥着，才算没淹死在这片汪洋里。天亮时分，他们又被冲回了敦刻尔克海滩，满心只剩无尽的绝望与茫然。本以为早已逃离的噩梦，却未曾想到命运又将他们送回了原点。三人早已筋疲力尽，瘫倒在沙滩上昏睡过去。然而海滩上仍有不甘葬身于此的士兵，仍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他们拼尽全力推搡小船，试图逃离这片被战火吞噬的海岸，与死神展开最后的抗衡。可在汹涌澎湃的大海面前，一切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无情的海浪犹如巨兽，一次又一次将他们仅存的希望拍碎在岸边。绝望的气息笼罩着整片敦刻尔克海滩。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下，崩溃无助的士兵丢下手中的枪，扔掉头盔，头也不回地跃入冰冷刺骨的海水，妄图凭一己之力游回家乡，可最终只能葬送于大海。随着潮水慢慢上涨，一具具尸体被推到岸边。这悲惨而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，心生恐惧。就在三人彻底陷入绝望时，他们遇上了一队士兵，听得知前方海岸搁浅着一艘渔船，只要等到涨潮就能重新浮起，这让三人死寂的心重新燃起一丝光亮。然而当他们赶到现场后，却发现那艘船位于英军的防区之外，这意味着随时可能遭遇德军的偷袭。为了保命，他们只能提前躲进船舱，静静等待潮水来临。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潮水终于涨起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船舱因德军练枪射击而留下数处弹孔，致使渔船无法正常漂浮。这时有人提议必须有人自愿下船减重，可此刻谁都不愿意离开。离船即意味着暴露于德军的火力之下，成为活靶子。就在这时，吉姆突然指出汤米的同伴最应该下船。他一路沉默寡言，吉姆怀疑他是潜伏的德国间谍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其实是法军士兵，只是捡了牺牲英军的制服，混在队伍里求生。汤米立刻护住他，法国人也是友军，更何况他曾救过他们二人的性命。就在他们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，渔船竟意外浮了起来，可船舱早已灌满了水，德军仍在持续向船体射击，形势愈发危急。众人顾不上危险，顶着敌人的炮火，试图用手堵住漏洞，只为争取一线生机。然而一切努力终归徒劳，他们只能仓皇弃船逃生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而那位一直沉默的法国盟友却没能逃出来，永远溺死在了船舱里。他们拼尽全力朝着前方的军舰游去，可敌机仍在头顶盘旋。死神从未走远，不幸的是，他们还没能登船，军舰便再次遭到轰炸，大量燃油泄漏而出，迅速铺满整片海面，也浸透了每个士兵的身体。军舰顷刻间发生侧翻，众人只得拼尽全力游向最近的一艘渔船。就在这时，一架敌机被炮火击中，拖着浓烟径直朝海面坠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渔船加速逃离险境，敌机坠入海中，轰然爆炸，瞬间点燃了整片海面的燃油，烈焰熊熊而起，士兵们被火海团团围住，凄厉的惨叫响彻海面。他们在赤焰中痛苦挣扎，竭力寻找一线生机。就在生死一瞬，一只渔民的手紧紧攥住了汤米，他在爆炸的最后关头被拉上船。这时长官神情凝重地望向远方，只见海天相接处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黑点。他立刻举起望远镜，当看清那一幕时，紧绷的嘴角终于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久违而动容的笑容。成千上万艘英国渔船如同繁星般铺满海面，正朝着敦刻尔克缓缓驶来，为绝境中的他们带来了真正的生机。士兵们瞬间欢呼雀跃，一股滚烫的力量在胸中翻涌，连一向沉稳的长官也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热泪盈眶。这些不起眼的民用渔船为40万大军铺就了一条回家的生路。在渔民们的帮助下，约33万名士兵成功从敦刻尔克撤出。这不是溃败，这是二战最伟大的奇迹，哪怕狼狈逃跑也要拼命活下去，活着才有反攻的一天。敦刻尔克大撤退成为二战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，它不仅扭转了欧洲战场的格局，更对世界政治、军事与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此战也暴露了德军的致命弱点：装甲推进迟缓，空中支援不足。这些破绽终将成为盟军日后反攻的致命突破口。